一年一度的双十一就要到了。双十一对于电商平台来说，那是商战厮杀的主战场啊！一天的销售额，去年有11000多亿人民币。那你想想，相当于平时1个月的销量啊！所以任何电商平台对于双十一来说都不敢怠慢。今年京东的双十一活动启动仪式是10月14号，这一天的主题叫又好又便宜。结果没想到京东精心推出的双十一的启动大幕出事了，出大事了。因为京东这一天请来了著名的脱口秀演员杨笠。我仔细看了一下那天活动的现场内容杨笠呢其实也没有在现场有特别多的活动，也没有上去讲脱口秀只是参加了那个仪式紧接着呢，京东就在微博上发了一个海报，说是杨笠带你来砍价。紧接着呢，杨笠也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了一个海报，说是真5折，京东买药。可见杨笠代言的可能是京东买药这个板块打折嘛，真正的5折你打折嘛，砍价嘛结果没想到这2个海报发出来之后立刻就被京东的客户给冲了。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京东你请来什么拳师到这里头来，一方面嘲笑我们是垃圾，同时还要赚我们的钱。还有人在那说购物上京东什么自信又普通，这段子都出来了于是很多人就提出来了，去到京东那个地方去退货退会员。真去大家都知道京东其实有自己的会员会员你一年要交100块钱吧，这100块钱的话，你买商品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会员价打折嘛，那你得买到足够的商品数量，你才能赚回来这个会员费。那应该说购买会员的这批人都是京东的铁杆支持者那么这些人要是退了会员的话，那对京东损失可就大了。所以很多人真的就去退会员还有很多人就直接跟客服说，你们这个京东怎么搞的，你们请来这个拳师退货。有的说你给我开发票，过去我这几年所有的发票一样给我开一张，开完一张之后按照我的这个类别给我一个发票写1封信寄到我家里头来，就折腾这些客服这个时候京东还没觉得有多大事儿，他只是把这个微博他评论精选了，就不让大家看了吧。你要是骂他们，你看不见了，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去15号这一天，京东又请来了第2位脱口秀的演员，这位脱口秀演员呢叫孟川。孟川是男的大家好像对他没有太大的意见，但没想到孟川给他代言也出麻烦了。很多人就说孟川是港独支持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还支持中国的白纸运动我理解大家其实对孟川的这种政治化的解读其实是因为请了杨笠之后，他们的愤怒延烧到了孟川这儿。如果仅仅请孟川的话，我估计大家不会有意见，也不会大家去用这种政治化的解读。但是既然你们请了杨笠，我们对请杨笠这件事情不爽，那你请孟川，我们要把孟川给你搞死，这是很多人的心理紧接着10月16号，京东的第3位脱口秀演员又出场了，她叫严怡、严月，双胞胎姐妹这2个姐妹呢，好像跟杨笠有点相似，也是代表女性主义的。她们不是有一个很著名的段子吗？我爸就从来不做家务，从来不洗碗，他还会找很多借口，什么手扭伤了，手拿着遥控器呢，手还背在身子后面呢。而且真的让我爸洗碗，他也会洗不干净。有时候我就会想，男人是真的都不会打扫吗？但我看法制新闻里的那些男人，把犯罪现场打扫得很干净呢。笑话这些男性们基于自己的性别立场，总是把家务劳动、打扫卫生的劳动安排给女性的这样一种社会现实那大家又去冲这2个双胞胎的姐妹，结果这京东一看不好就陆续删除了这3个人的脱口秀演员的微博。但是这个没有平息这个京东这些客户的愤怒大家依然去到那儿去退货，依然去退会员更可怕的是，直接冲到了京东金融那个地方要求提现。大家都知道，京东金融类似于阿里的支付宝，就是你平时把活钱存到这里，然后呢，你活期呢也可以享有利息，这利息呢跟定期存款差不多。同时呢，京东相当于有了一个金融平台，这个金融平台呢，它可以不用去融资了，它也可以较低的利息融资嘛。同时呢，这些钱呢，它还可以做一些投资。那么这些金融平台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怕挤兑。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金融平台里面的钱，平时在
存在这里的现金非常少，这个我们在金融领域里头叫准备金。这个准备金有的是5%，有的是10%，了不起20%，剩下大部分钱干什么去了？都去投资了，都去融资了嘛。这样的话才能赚到钱，给大家付利息嘛。那么这个准备金就是应付日常大家去提现的。这个日常提现是根据一个大数据可以算出来的，比如说就是10%，正常情况下不会超过这个数字。但是如果这个时候突然涌进30%的人来提现，那就糟了。你想想，你就必须把你那些存出去的钱、融资出去的钱马上拿回来，但你马上拿回来需要非常高的资金成本啊。所以如果你拿不出来，给大家之后提不出钱来的话，那你这个金融机构就有可能信用破产呐。所以当时大家去到京东金融去提钱的时候，可把京东金融的小哥吓坏了，他们就连忙在微博上说，他说兄弟们呐，我其实根本不看脱口秀啊，我就是一门心思给大家做理财呀，而且我们平台只是找了一个拳师搞了一个活动，平时后续啊也没有什么继续跟他合作的意向，大家千万要理解呀。结果实际上据说是这些京东的客户们不但没理解，还在变本加厉的这种提现，有的人是用京东白条，然后再去套取这个现金。到18号的时候京东盯不住了，就发了一个声明，说我们这次活动请来了几个脱口秀的演员，给大家带来了不好的体验，深表歉意，后续的确跟这些人没有继续合作的意向。但是我看了一下整个这个京东的用户还是不依不饶战火还在延烧。说句心里话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当时挺吃惊的。为什么呢？就是杨笠我还以为他嫖娼了呢。没想到吧？我疯了。就是这个架势就挺像一个明星嫖娼的。大家可以看到，那明星一旦嫖娼了的话肯定跟他合作的这个商家立刻下架，道歉，深表道歉，深表歉意，是吧？所以我当时感觉，就杨笠事件不亚于一场明星嫖娼带来的大型翻车现场。当然了，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有点蹊跷因为我觉得刘强东请杨笠，这个好像也不太合乎逻辑这刘强东不是应该请易建联吗？是吧？或者你不请易建联，你也应该请吴秀波这才符合刘强东的气质嘛。反过来说句心里话，我也不太理解杨笠去给京东去当形象代言人。这京东刘强东在明尼苏达搞那件事情是吧？那跟杨笠平时在脱口秀场上搞的那些言论，他也不太搭呀。那毕竟你平时你是指责这些男性对女性的压榨是吧？这个女性要反抗，但刘强东是多么男性主义的一个人物那你这不是捡垃圾吗？是吧？有的时候我真的不想接了，我说这个活我太累了，我想回家休息。然后就在回家休息的路上打开微博，看到一些舆论，一个微博 ID 名称叫杨笠怎么还不死的热心网友说，杨笠好像真的接不到商务了，哈哈！我立马打电话给公司说再给我接一个广告。我对这些网友的感情怎么说呢？你们这辈子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就是我如今的所有，他们就有点像我前男友们一样，你知道吗？就是我如今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他们看看我过得有多好你知道，所以我每次在发广告的时候，简直就是双重的快乐。一种就是觉得又赚到了一笔钱，另一种就是说，这还不得给他们气个好歹的。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现场的时候，我就有个感觉，我觉得捡垃圾这件事情不太好，但是如果捡垃圾变成一个产业那绝对是个好活。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杨笠跟京东之间的合作本来就是阴差阳错的一件事情本身就是蛮拧。当然故事到这里还没完就是当时京东在10月18号把这件事情下架之后他紧接着又得罪了京东原先那些女性很多女性就出来了，集美们集美就说，那你把杨笠下架了啥意思你是尊重这些男性了是吧？那我们这女性你就不在意了吧？你没挺住，那你这意思就是说你怕得罪男性，不怕得罪我们是吗？那姐妹们集美们，我们也退京东的
这个会员，我们也不在京东买东西了。一时间，我跟你说，这京东是左脸挨完耳光，右脸又挨一个，这可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船头正遇顶头风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啊，这京东跟杨丽啊在双11所遭遇的这场非常有趣的一场舆论大战啊。被骂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现在和我妈的关系好了很多，因为她再也不催我结婚了。她说以我现在这个名声啊，她说以我现在这个名声催我结婚，无异于逼我送死。她说如果一个男的现在想娶我的话，应该只是想打我的时候更方便。我觉得她说的对，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女生，如果说真的遇到家暴，一定会得到这个社会上所有人的同情和帮助，但只有我不会。如果有一天有人传出杨丽老公家暴，所有人应该都会觉得是我的问题，会说你是不是说话太难听了？我听说啊，京东为什么要请杨丽这几个脱口秀演员来做双11的代言人呢？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京东这几年一直是脱口秀大会的主赞助商，赞助商嘛，那你想想这些演员过来做形象代言呢，用起来顺手嘛，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啊。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杨丽这些年啊，在脱口秀啊，年轻人中间识别度非常高，很多年轻人也非常喜欢啊，尤其是得到了女性观众的喜欢啊。但是呢，京东有一个问题啊，京东的这个客户数据里头啊，60%是男性，只有40%是女性，这个跟其他平台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你比如说天猫，有人统计了，天猫是正相反的，女性是60%，而男性是40%。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在网上购物这个群体，其实也包括线下购物的群体啊，女性的购买力长期是高于男性的，男性其实购买力据说有的最极端的就只有女性的1/7，所以京东呢一直想发力啊，开拓女性市场，所以啊，他想把杨丽找过来之后啊，吸引更多的女性观众到京东这个平台来购物。但是啊，我觉得京东犯了一点错误啊，就杨丽本身呢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脱口秀的演员，对于一个品牌的形象代言来说，你找一个具有争议性的明星来代言的话，就有巨大的风险。你比如说，你看我现在的知名度也挺高的，是吧？但是如果京东要是请我的话，那我觉得京东肯定会社死。你想想啊，他会双11搞了一个，是吧？被两岸同时封杀的调查记者帮你来砍价，是吧？京东买药真5折，后果是什么？后果我估计京东这个平台都得关了，对吧？所以你就知道了，一个明星的商业价值跟他的知名度不是一回事儿。你得看他的这个商业价值能够获得多少市场的认同度。那你想想，我虽然知名度有一些，我没获得中共的认可呀，我只要给你代言就能把你带死啊。那这种情况你会找我吗？那相反，杨丽虽然说也有很大的知名度，但是在市场上它非常具有争议性。争议性意味着什么？就有人喜欢，有人非常不喜欢，而且非常不喜欢的程度有可能会给你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应该说京东没有想到啊，这是技术层面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杨丽事件之所以发酵至今，它的背后是什么？它背后的原因是这些年来在中国啊社会中间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性别对立，而这个性别对立的话题，在我看来非常值得说道说道。当然了，我今天做这期选题的时候，我们的组里人就跟我讲，他说王局你要小心呐，这性别对立的话题这是雷区密布啊，你搞不好你也会社死啊。我一想也确实是啊，我毕竟是在脱口秀上吃过亏的人，是吧？不过我还是要想啊，我今天还是要讲讲这个话题，但是我事先声明一下啊，我今天这期节目大家就把它当做脱口秀，脱口秀啊就是个冒犯的艺术。如果我要是说的哪些内容不合您的心意，您就把我当作是冒犯了一下你得接受，是吧？你不能较真儿，你一较真儿你就输了啊，对吧？这个我平时的节目是很有底线的，是吧？虽然我是个男人啊，但是我跟你讲啊，谁要是较真儿的话，拿我这个节目，是吧？我觉得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杨丽啊，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她是学动画设计专业的。2017年，他开始涉足脱口秀行业。他一开始给人做编剧，
他是那个吐槽大会的编剧啊。大家看吐槽大会上那些演员讲的那些段子啊，其实都不是他们自己写的，都是后面编剧写的。那么杨笠呢，从2019年的时候就开始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开始参加脱口秀的比赛。2020年的时候，在第3届脱口秀比赛中间，他脱颖而出，一战成名，获得了4强的成绩啊。尤其是他这个段子啊，普信男，你知道，男人不光美好，还特别神秘，就是你永远也猜不透他那小脑瓜里到底在想一些什么。就是他明明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从此之后啊，杨笠的段子基本就围绕着两性话题开始展开啊，什么男人是垃圾呀，男人没有底线呐，等等啊，就是基本上是以冒犯男性啊为主要特征。那么这个呢，就为他迎来了很多女性观众的点赞啊，当然了，很多男性也觉得非常不爽啊。这是杨笠啊这么的一个过往的经历啊。那么我接下来我就要讲一讲啊，就是杨笠啊他这种背后的性别对立意识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杨笠算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吗？算是一个女性权利的维护者吗？我认为不是。因为在我看来啊，女性主义者或者说女权主义者只有一个标准，她是不是在社会上呼吁或者真实的维护女性权利的。那么在我看来呢，杨笠应该是没有啊。因为啊我们都知道啊，女性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头的确受到一些系统性的歧视或者是系统性的霸凌。比如说在职场上，很多女性遭受到性骚扰，那么这些性骚扰呢，你其实真的遇到的时候，你还求诉无门，求告无门。在中国现有的几次围绕着性骚扰的诉讼过程中间，女性没有获胜一场。那就是在这个社会中间，女性的确遭受到了这种不平等的对待。还你比如说女性在怀孕啊，在求职啊，在育儿啊等等方面遭受的不公平的对待啊，这是系统性的。另外在家庭里面呢，女性由于传统的社会分工啊，多数呢也是要求她在家庭里头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啊。这个呢本身呢跟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有关，但是跟现代社会确实有距离。所以呢，在我看来，女性主义啊伴随着现代文明社会的崛起啊，的确有存在的必要。但是西方的女性主义啊，它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女性主义的崛起，它指向的是权力。因为对女性盘剥的那个最后的罪魁啊是权力，并不是男性，这两者啊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尽管啊对女性主义的盘剥啊，它的施害者主要行使的人是男性，但是呢，其实它不是基于性别完成的，是基于权力完成的，或者是基于文化习俗完成的。所以在我看来呢，其实女性的觉醒应该指向权力。你就比如说，那张高丽当时对彭帅那件事情，那不就是利用自己的权力进行的性摄取吗？但是谁敢讲呢？所以在今天中国的现实啊，很多女性主义啊，她在这个发动女性主义的社会运动的时候，他们不太敢把这个矛头指向权力，而是指向了男性。因为谁都知道权力不好惹呀，你敢随便说张高丽吗？你说一下试试，对吧？马上你就消失了，你就炸号了，还允许你讨论吗？所以中国大多数女性的这个所谓的权利的运动啊，就把施害的对象指向了自己本应该合作的这么一个对象，就是男性。那么于是呢，就遭到了很大的反弹。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很多男性来说，他们也是职场权力中间的受害者呀，他们也在996啊，他们也在辛辛苦苦的加班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指向那些男性的话，很多男性就说了，我手中又没有权利，我又没有对你进行盘剥，你凭什么把这样的对准我呢？那么这个过程中间，在我看来啊，其实这就是今天的男女性别对立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这一年我学会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道理，那就是不要轻易的调侃男性。如果非要调侃，只调侃成功的那部分。脱口秀是一个冒犯的艺术啊，没错，是吧？但是冒犯呢，其实在西方啊，脱口秀冒犯的对象啊，多数都指向了权威、崇高、权力，很少往下指的。但是今天由于男女性别的对立过程中间，很多男性啊，他其实并不是拥有权利的人，他们在这个社会中间本也是一个弱势群体。那么你对他们的冒犯，
甚至对他们的嘲笑就构成了一种非常大的反弹。实际上，杨笠这个事件之所以发酵这么大，在我看来，就是这个群体其实基于这样的一种感受而发出的这样的一种反弹，反噬也行啊。总而言之，就是这么一个背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关于普信男这个段子啊。这普信男这个段子呢，是杨笠最为成名的。这四五年以来，网络上一般流行的普信男已经打了标签。我观察了一些杨笠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很多网上的大 V 男性大 V 基本上都说这个段子对我来说我无感，我没觉得我自己被冒犯了。那么我分析这种背景有2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很多人就是生活在西方，大家都知道西方的脱口秀的尺度比中国大得多，有很多就是针对这种性别之间的调侃。再加上西方实际上没有这种权力在职场中间系统对人的盘剥，所以那种单纯的男女之间的调侃呢，也成为了脱口秀的一个流派。所以很多男的也坦然接受。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演员叫黄阿丽，这黄阿丽讲她自己作为一个单身女士的那个脱口秀，我也很喜欢看她调侃男性调侃男性那种虚荣自大什么之类的那种尺度，甚至包括一些性的边缘性话题放在中国。但是社会文化不同，一方面美国就是有脱口秀的传统，另外一方面美国的职场中间的确也缺少那种权力对不分男女系统性的压榨，所以大家就把它单纯的当作是一个女性对男性的调侃而已所以大家都能接受。所以很多那种对西方的脱口秀文化有了解的人，他们当然认为就是杨笠的这个段子在西方的言论尺度下真的不算什么，真的对他们没有什么冒犯。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你看这个杨笠说普信男，为什么这些男的就这么敏感呢？因为他确实就是普信男他确实就是很普通还很自信所以他敏感他受伤了，所以他要表达出来这种反扑和报复那么我为什么我没有在意呢？是因为我不是普信男我就是成功男士所以你随便调侃你调侃之后我不在意我不是因为普通才自信，我是因为优秀和成功而自信彰显自己的成功。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不太舒服，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些人平时很多都是要求平等的，向政府要求平等的权利，要社会要求的平等的权利，但是平等的权利他们多数指向的是向上而不是向下。其实真正的平等，我们不仅仅要指向向上，也要指向向下，因为那种所谓的这样一种心态里头透露出来的多多少少有一些社会达尔文的这样一种心态，你就是失败者，你活该被嘲笑，你不就是普通吗？但是在我看来，一个人是否应该自信，跟他是否成功没有必然关系。为什么一个人只有成功才可以自信呢？为什么一个人不成功非常普通就不能自信呢？自信不是一个美好的品德吗？你就比如说我认为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呢我就很自信我上推特的时候，很多人为什么对我非常非常的鄙视，非常非常的恼火？因为我自信你看这个人在央视工作过，他应该自卑他从中国这种专制国家出来，他应该自卑他见到我们之后应该匍匐在我们的脚下，说你们都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大 V， 你们很了不起，怎么样提携小弟一把？没有我还自信，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接受不了但凭什么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来自于中国的新闻记者，我为什么不能自信呢？凭什么只有一个成功的人才可以自信呢？阿甘就不能自信吗？难道只有成功的人才可以自信吗？我认为自信就是应该是一个正常社会中间普通人都应该具备的品德品质所以为什么一个人普通却自信就要受到嘲讽呢？在我看来，这里蕴藏着另外一层逻辑，就是杨笠的说这个男人自信又普通，暗含的意思是什么？你们这么普通了还自信，你们配不上我们。那这不就是挑动性别对立吗？是吧？按道理来讲，一个男性再普通，我觉得他也应该有自信的权利。杨笠他们的言下之意，就是因为你们普通了，你们不要在我们面前表现出那种自信，应该表现出来的那种
谦卑的心态，这不正常。在我看来，当然这里头说明另外一点，很多相对来讲啊，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男性啊，他们一方面在遭受着权力的压榨，比如说京东的那些快递员，90%就是男性，就是他们说的普信男。他们呢，在求偶市场中间还要遭受来自女性的歧视，因为在求偶市场中间，他们也同时被女性这个群体中间嫌弃。为什么这些普信男要反抗、要报复、要出来要怒吼？在我看来，就是我们已经遭受到这个社会中间这么大的不公了，还要遭受女性的嘲讽吗？所以在我看来，普信男这个词啊，如果将心比心来讲，其实这个背后啊所蕴藏的这样一种逻辑，在我看来是不太好的。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的解读啊，大家如果要是对你有冒犯啊，你千万把我这当做一个脱口秀，千万不要认真啊。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啊。第三个方面，虽然我前面讲了女性在这个社会中间存在着一种系统性的被盘剥、系统性的被压榨啊，但是这个社会中间也有一种所谓的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就是女性本身是不可冒犯的。你就比如说，你把杨笠这些话，你如果换成男性对女性的嘲讽，你看看是什么结果？我估计他肯定也是社死啊。大家还记得俞敏洪吗？俞敏洪当时不就说过吗？举个简单例子，一个女生如果中国所有女生找男人的标准都是这个男人必须会背唐诗宋词，那全中国的所有男人都会把唐诗宋词背得滚瓜烂熟。如果说所有的女生都说中国男人就是要他赚钱，至于说他良心好不好我不管，那所有的中国男人都会变成良心不好但是赚钱很多的男人，这正是现在中国女生的挑选男人的标准。所以实际上一个国家到底好不好，我们常常说在女性，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堕落，结果呢，全社会对他声讨啊。最后呢，俞敏洪跑到妇联去了，妇联那会专门写了一封道歉信。那俞敏洪，那他不过也就是说了一句跟着类似的话嘛，那是不是社会现实呢？那我觉得他讲的也部分的是社会现实啊，不妨碍我们很多这个女性啊追求都是这个两情相悦啊，这天长地久啊。但这个社会中间确实有很多女性在求偶的过程中间，就是看男的是社会地位吧，就是看男的有收入吧，那不也讲了部分的社会现实吗？那为什么俞敏洪要道歉呢？所以女性虽然在社会中间受到了一个系统性的盘剥，但是在意识形态里头又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保护壳。女性不能动，女性不可冒犯，如果你冒犯女性的话，你就得社死。那这也是社会现实。如果我们放到社会中间，还有另外一层，就是女性本身作为整体性的被歧视、被盘剥，和女性在少数领域内受到优待本身呢也是并存的，而这种被优待本身也令很多社会底层的男性不满。就像我前面讲了，京东自己就曾经披露过信息，它的一线的配送员90%都是男性。他们这些男性在京东里享受到了什么？他们参与这场讨论了吗？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呢，他们还在奔波在那些送快递的路上啊，为双11在打拼呢。因为如果他们不去送快递的话，他们的家里的妻儿老小就没有饭吃啊。他们如果延迟一单的话，可能就会受到处罚呀。但是反过来，京东呢自己发布过一个报告，说自己的职场中间、团队中间46%是女性，这46%的女性过程中间啊，在过去几年中间啊，有超过20%的人获得了2次提拔。他们上瑜伽课多长时间，吃轻食他们给提供。那我们反过来问，京东的这些快递员享受到了这些权利了吗？他们不想吃轻食吗？他们想吃红烧肉，因为他们从事的是体力劳动，他们没有时间去减肥，他们缺的是营养。京东你给他提供了吗？那为什么京东你给这些女性提供这些，你没有平等的对待你这个公司里面给你们负担一线送货的员工呢？这也是让很多人觉得极其不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其实男女之间本不是对立的两个性别，真正制造男女对立的是权力，
如果大家要想解放的话，男女之间应该联起手来，共同对付盘剥男性和女性的权利，而不是在两个性别之间制造争吵和对立。当然啊，我也理解脱口秀嘛，本身就是一个冒犯的艺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间，冒犯也是如此啊。所以很多人说了，如果在中国没有这种权力的压制，大家敢去批评权力的话，那可能也就无所谓了啊。但这种观点我其实也不同意。为什么？大家可以看看我在台湾的遭遇，台湾不是有言论自由吗？结果呢，我上一次脱口秀的那个舞台，结果怎么着了？我觉得台湾大选就像秀嘛，基本就是个秀嘛，因为你去台湾的造势场子，你就会给人感觉着走错片场的感觉，就不像是政治竞选的舞台，像是演唱会现场嘛。我觉得就是整个台湾的选举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秀。我看了半天的时候呢，我也不太知道这各个政党到底是有什么分歧，都差不多。因为我跑了这么多场子，我都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然后全是守护台湾好不好？哦，对不对？给我，就过去了，就嗨了。所以啊，对于中国的文化来讲，对于我们中华文化来讲，甚至对于东方的文化来讲，脱口秀就是一个外来文化，这种以解构权威、嘲讽权力的这样的一种喜剧形式啊，要让我们东方的这种崇尚权力、等级社会森严的社会来接受，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我觉得自从做了这一行以后，对我的感情生活就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就是我真的是不懂我为什么会单身这么久。我觉得很多男生可能都有点误会我了，他们就觉得我天天在台上讲段子，感觉很凶，好像很喜欢攻击男生，我是不是讨厌男生？没有，恰恰相反，我是因为喜欢你们才攻击你们的。真的，我太喜欢你们了。我喜欢你们，喜欢到我都不忍心谈恋爱，因为我没有办法在众多的你们当中选出一个。我会想说，像男人这么美好的东西，竟然还要选。节目的最后啊，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啊，我是完全支持姐妹们啊，基于自己的性别立场去维护自己正当的性别权利。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过去做了很多节目，涉及到职场性骚扰啊、男女平权这方面呢，我都是站在女性的立场，呼吁维护她们的权利啊。有一点我跟杨丽不太一样，她是因为喜欢男性啊，她在攻击男性。我呢也非常喜欢女性，但是我因为喜欢女性啊，我才支持她们啊。但是我们两个有一点相似啊，你看，我也因为太喜欢女性了，所以呢，我也不忍心去谈恋爱，从众多女性中间挑选一个出来啊。所以你看，我至今呢跟杨丽一样还是单身。玩笑啊，冒犯啊！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就是你永远也猜不透他那小脑瓜里到底在想一些什么，就是他明明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如果有一天有人传出杨丽老公家暴，所有人应该都会觉得是我的问题，会说你是不是说话太难听了？这一年，我学会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道理，那就是不要轻易的调侃男性。如果非要调侃，只调侃成功的那部分。我看了半天的时候呢，我也不太知道这各个政党到底是有什么分歧，都差不多。因为我跑了这么多场子，我都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然后全是守护台湾好不好？哦，对不对？给我，就过去了，就嗨了。